来画花瓣。画花瓣我们要另外再调一个颜色了，我们要画花瓣的颜色，要调花瓣的颜色了。那么今天调一个什么颜色呢？我们首先还是调一个底色吧。底色我们通常都是用的这个太白加三绿。太白加三绿，然后我们加水去调和。这个是加底色，这个是调底色啊，调我们画这个花瓣的时候需要这个底色。底色是这个太白加三绿，我们通常是加的这个三绿哦，加的这个三绿。太白加三绿，我们三绿可以放在这个碟子旁边，慢慢往里加，加了跟它这个我们调的这个颜色跟这个白纸有明显的区别。加这个三绿是为了让这个颜色更加透亮，然后也起到一个它的这个跟这个纸会有区分的这两个作用。我们把这个底色调好之后放到一边。然后我们再挤出今天要画的这个颜色，我们今天用这个示范，我们就用这个朱标和大红来示范吧。这个颜色应该挺好看的，朱标和大红。示范我们就用这个朱标和大红来示范，好不好？朱标、大红、曙红。朱标、大红、曙红，今天颜色我就不写下来，因为现在是给大家示范这个花瓣。三绿太白不是1:2啊，太白比较多，三绿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就是尽量少一点，不要太多，只要你看到那个底色颜色有变化了就可以了。多点少一点都没有关系，多一点少一点都没有关系。好，我们这个笔上是有底色的，然后我们再先调一点这个。我们第一个颜色这个朱标，我们先把它调一层，在这个笔的1/2的地方。我们这个底色可以不要调的太稀，不要调的太浓了，调太浓了可能你就画不动了。我们要稍微调的不干不湿，要调的像牛奶一样的，不要像酸奶啊，像牛奶就可以了。当然你们调的时候可以自己尝试，你自己尝试，多尝试，你可以调干一点、稀一点，一次次的尝试。把这个朱标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然后我们再调一点这个大红，然后我们现在再画这个花瓣，示范这个花瓣。那我们画这个常规型的这个花瓣的话，通常刚开始都会画第一笔这个大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一般是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两边各点一笔就可以了，颜色是不是有点浅，大家看不清楚？那我们再调一点哈，调一点这个曙红，让颜色稍微深一点，再画一次，中间一笔，然后两边各一边一笔，让这样子就是一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它跟画叶子是一样的，叶子也是这样子，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啊，画侧面的也是一样，中间一笔，两边各一边一笔。这
两边这两笔也是要有区别，要一笔大一笔小，或者是一笔长一笔短，让它有区别，让它有区别，要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区别。这个是一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那还有一些侧面的花瓣，侧面的花瓣我们怎么画嘞？假如说这朵花两边，这个是正中间的这个反瓣啊，如果两边的话，它一般都会有这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侧面的花瓣。侧面花瓣我们通常是3笔画，一笔按下去提起来，然后再一笔重点的按下去再提起来，然后这里再拖一笔，这样子3笔画一个这个侧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好，画这一边的也是一样，一笔、2笔、3笔，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然后通常我们画的时候，画快了之后，我们是一笔把它画完。一笔怎么画？一笔就是轻轻的按下去，提起来，然后再按下去，再提起来，再往后拖一点。这个笔是一直不离开这个纸面的，一直不离开这个纸面的，是一直这么去画的。笔是没有离开我们的纸面。再近一点啊！现在如果说笔上没有底色了，我们可以再沾一点底色。笔上干了就沾一点底色。沾完之后，我们继续调颜色。调色的时候一定要调匀，有可能我的颜色有的时候没有调匀。你看这一笔的话，就看着它颜色有一点没有匀，没有匀，你们调色就不要着急哈，一定要把颜色给调匀，把这个颜色慢慢的晕到笔的1/2的地方，要笔的1/2都有颜色，一直要晕上来哦。好，我们3个颜色均匀的调到笔的这个笔肚上，让它由深到浅的这个自然的一个过渡，让这个笔上这个颜色由深到浅自然的过渡。好，我们再画一下这个侧面的花瓣，侧面花瓣这样子，笔尖下去，轻轻的按下去，转一下，然后再重重的按下去，再转一下，再提一下，这个样子就提出来一个这个侧面的这个侧瓣了。好，一样的，轻轻的按下去，提起来，再重一点的按下去，再提起来，再往后拖一笔，啊，这个侧瓣，这个侧面的这个花瓣就画出来了。这个是这个是一笔画完，那3笔画完，我们再示范一下怎么样用3笔画完。3笔画完的话，我们就先转过来，先一笔，然后再来一笔，然后后面再加一笔。这样子就可以了，再加一笔。这一笔的话，你可以把它画大一点，也可以画小一点。当然，3笔的话很容易把它画的3笔的颜色稍微有点区别，我们可以均匀一点点。这个就是3笔完成这个侧面的花瓣。那么还有一个小的侧瓣，特别窄的那种小侧瓣啊，小侧瓣怎么画？小侧瓣我们先这个笔带一点勾。按下去，提起来，再按下去，再提起来，再拖一下，哎，拖长一点。这种小的侧瓣，小的侧瓣的话，跟这个大的侧瓣是一样的，它只是说比较窄一点，它的区别就是比较窄一点，它是形状、姿态都是一样的，带点勾，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这样子，这是一个小的侧面的花瓣。那这个大的，这3个花瓣的区别是怎样的呢？我用这个手掌给大家示范一下。那假如说我们的手掌是这样子的，那就是这个花瓣。那我们再侧一点点，侧一点点，那就是这个花瓣了，它侧的比较多，看的比较多。那我们再侧一点点，那就是这个侧瓣了，它就露出了这个正瓣，露出来这个正瓣。那我们再把这个正瓣给加上去。好，我们这个笔肚上现在没有颜色，我们再加一点点这个颜色了。笔肚上没有颜色，我们再加一点点颜色了啊。先调这个珠标，然后再调一点这个大红色。调一点这个大红色，然后笔尖蘸这个曙红。那我们加这个正瓣的时候怎么加？我们可以先从中间这一笔加，中间这一笔会画的比较大一点，哎，加过来，让它转过来，然后这里再来一笔，这下面再补一笔，就是刚好了就可以了。这个就是这个花瓣就是一个完整的了，有正有反的一个完整的花瓣了。
好，我们把这个也加上。珠标大横属横，珠标大横属横，这个只是示范哦，只是给大家示范这个花瓣什么颜色都可以，你们用什么颜色都可以的哈。好，把这个也加上，先加中间这一半，转过来，然后这里再加一笔，下面呢再补一笔。这样子就是一个完整的花瓣了。完整的花瓣我们也是一样的有变化，你看一下这个边缘的有大有小的这种变化，我们不要画的3个花瓣一样大，3笔一样大，那么它就不好看了。一定要画出这种有大有小有变化的这种感觉。好，我们再来画一下这个小的侧瓣啊，再来画一下这个小的侧瓣。侧面的花瓣大家总觉得不好画，待会儿我们再画一下这个组合。小的侧瓣你可以带一点钩，按下去提起来，再按下去，再提起来，再拖一下，这样子就是一个侧瓣了，是不是？是不是很漂亮的一个侧瓣？然后再画一个带一点钩，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再提起来，再拖一下，这种是不是又是一个侧瓣？就是。假如说这2个侧瓣在一起的话，你想画这个正瓣的话，再加一个正瓣的话，画成一个大花瓣，那么也可以哈。刚好这2个正瓣，这2个反瓣是对着的，那我们画一个正瓣呢，把它正瓣加上去，那么颜色可以多调一点。我们画正瓣的时候，颜色是稍微深一点的，我们的调色的时候可以多调一点哦，调深一点点，好不好？调深一点。我们把这个花瓣把它加上去。加上它的这个，让它成为一个花瓣，让它成为一个花瓣。好，这样子是不是就成了一个花瓣呢？它是不是一个花瓣呢？当然，我们要有一点胭脂，把这个下面画的更深一点，它就会更加生动一点。把它这个下面这一部分画得更深一点，这个就是一个花瓣了。好，这个下面这一部分让它更深一点，好不好？好，更深一点啊，这个就是一个花瓣了。2个反瓣中间这加上正瓣，就是可以画成一个花瓣了。好，我们再来示范一下，再继续画这个花瓣，还是一样的，调一点颜色。我们画这个花的时候，除了这个反瓣、侧瓣的话，还有一些小的碎瓣。那这些小的碎瓣，我们就直接这么去点哈，直接这么去点，各种各样小碎瓣。假如说有一些缝隙里面要补花瓣，我们就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点一下就成了花瓣。调色的时候都是依次的把几种颜色均匀的调到笔肚里面，让它的颜色均匀的过渡。好，这样子画就可以了。这个碎瓣就这样子画就可以了。好，现在这个笔肚上有点干，我们再沾一点底色。沾一点底色之后，我们再调颜色。调颜色，我们再画一下2个反瓣叠加起来的层次，好不好？再画一个叠加起来的。这个是背面长纹的这个反瓣。当我们要画这个叠加起来的花瓣，我们要叠加起来的话，我们就不要把2个层次画成一样大。我们从这上面叠加的时候，我们这一层我们就要稍微把这个花瓣画小一点。当然笔尖一定要有浓墨啊，不是墨啊，浓的颜色，一定要浓的颜色。然后不要让它跟它一样大，要有区别。那么这边2边叠啊，这边也来一个。要有所区别啊！那一笔一笔的这样子去点，叠的时候我们要有区别，不要画成一样大了。那像我们画花的时候，这2边就要画这个侧瓣了。那这个侧瓣就从这2边画，按下去提起来，再按下去，再提起来，再来一笔，这个就是侧面的花瓣。通常像画一朵花。中间都会有这个侧瓣啊，这2边都会有，这边也会有。按下去提起来，再按下去，再提起来，再拖一下。一般画这个花的话，2边中间就是这个背面的这个花瓣，2边就是这个侧瓣，下面会有一些大花瓣，有一些小的侧瓣。那我们再画一下这个大的花瓣，
笔上还是蘸一点底色，笔上还是蘸一点底色，蘸一点底色之后调色，依次的调这个颜色，调颜色。然后画这个大花瓣的时候怎么画？我们通常画这个大花瓣的这样子去滚它，看到没有？这样去滚。哎，这个笔上颜色调的不够好，不够好也没关系，你调不够好也能画出这种颜色的这种层次来就可以了。滚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花瓣的这种边缘，滚的时候你笔要有提有落，两边如果滚的不够，你两边还可以再加上一点点。这个就是最后面我们画大花瓣的时候，花瓣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去滚它。还有一些侧面的大花瓣，它也会有侧面的，这种翻转过来的这种感觉也有哈，也有。那么这种花瓣我们就这样子画，也是一样，跟画这个侧瓣的时一样，这样子勾一下，按下去，提起来，再重重的按下去，再提起来，再拖一下。笔这样子回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翻展过去的这个大花瓣，看到没有？这个边缘翻展过来的这种大花瓣，这个底下会有这种翻展过来的这种大花瓣。这种大花瓣好画吗？就是这种方向，我们再来画一个哈，按下去提起来，这种跟画这个反瓣是一样的啊，跟画这个反瓣是一样的笔法。这个是一个最后面我们画的这个大花瓣会有这样子的花瓣，那这个大花瓣还有另外一种形状的啊，另外一种形状就是两笔组成，就是从这个根部来这样子画下来一笔，然后这里再来一笔，这样子两笔组成一个大花瓣，就感觉中间这一笔感觉是这个花瓣的一个褶皱点，像这样的花瓣也很漂亮。我们通常这样子花瓣都是在这朵花下面最下面的这一层的花瓣里面会用到。好，我们今天这个花瓣，我们现在再画给大家示范一个组合。